不得不说，无价之宝上映，让今年烂片之最的竞争更加激烈。坐在影院里，真猜不到故事的走向可以这么离谱。无价之宝讲述了2个下岗工人追讨债款，却意外收养欠债人女儿，3个人自此命运紧密相连的故事。一开场就给观众惊到了。王曼丽原小叙事，丈夫欠债逃跑，无奈之下只能出国打工赚钱，就将自己6岁的女儿芊芊、程曦氏托付给了讨债的3叔石振邦、张义士和4五叔杨武、潘斌龙氏。没看错，这妈让欠债人照顾女儿，石振邦也惊呆了，发出疑问：你是当妈的吗？2人言语拉扯几个来回之后，王曼丽一声怒吼：我死也会回来接我闺女的。没猜错，之后12年没有回来，杳无音信。如果她只是一去不回，或者偷渡中沉船死了，可能观众还会觉得合理。但12年后，她又带着癌症晚期的身体回来了。回来之后，立马和石振邦领证结婚，民政局的大门没出，跳楼自杀。观众问号问号问号。大姐，你绕地球一圈，最后魂归故里，就是为了让3叔承受丧妻之痛的呗？比说为了孩子才结婚的，这样就更不能接受了。你一死了之，把孩子责任都扔给别人，别回来算了。而且3叔和曼丽之间的感情走向也乱七八糟。曼丽将芊芊强送给3叔后，在窗外小心翼翼地偷看熟睡的女儿，正好被3叔看见，2人就坐在外屋聊着聊着，曼丽对3叔说：你是个好人。紧接着解开上衣扣子，要脱衣服。张译饰演的石振邦面露羞涩说：别这样，麻烦。然后2个人对坐着，嘿嘿嘿的笑。第2天一早，石振邦送走曼丽时，扭扭捏捏，全是不舍的。曼丽消失12年后回来，石振邦对她没有一点恨，而是试探着问她和前任丈夫过得还好吗？得到人家否定的回答，立马说：咱俩领证去，为了孩子。孩子，别拿我当挡箭牌。破大师和恋爱脑凑一块了，真是绝配。不过即使3叔在恋爱脑，也是个渣男。一时赌气和前妻离婚，总觉得自己魅力很大，前妻能够悔悟找自己复婚，养了新恋人的孩子后，未给孩子上户口，办收养手续，死皮赖脸的去找前妻复婚。前妻也是你和曼丽之间推的一环呗。而他的好兄弟杨武也一样，见着3叔没和前妻复婚成功，为了收养芊芊，只能牺牲自己，和卖猪头肉的女孩搞到一起。你俩真不愧是好兄弟，想出来的法子都是一样的。导演能不能顾及观众的感受？结婚、离婚几出戏没有一点铺垫，给观众搞得一头雾水。但全片中最不理解的还是3叔的死。长大后的芊芊，周依然是成了风光无限的大明星，3叔却因过失致人死亡被判刑。为了不影响芊芊的事业，他隐瞒着芊芊一切，出狱后也没告诉他。出狱后，3叔坐热气球采松子，一不小心飞走了。他本可以跳下来求生，但就是说自己一人无牵无挂死了算了，就是不跳下来。直到地上的杨武说芊芊早就想改口，管3叔叫罢了，他二话不说跳了下来。为了实现情感上的冲击，牺牲了故事上的合理性，太刻意，太魔幻。不夸张地说，上映首日的1000多万票房，1000万的功劳是张译的，他一个人撑起了整部电影。张译的表演很成功，他将角色的感情的收敛和关键情绪的爆发拿捏得非常到位。他饰演的3叔前往2爷家找芊芊，没有瞬间的暴怒，而是持续的隐忍，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这一家子人。而在去到歌舞厅找芊芊时，像疯了一般，充满杀气。没有说一个爱字，却处处体现他对芊芊的爱。张译演出了父爱的深沉，但即使是演技如此精湛的张译，也带不动周依然。周依然饰演成年后的芊芊，不讨论他和童年芊芊存在的割裂感，就说他的演技太出戏了。离家之前，他嘱咐3叔：你自个儿照顾好自己。哟，东北不东北，普通不普通，说话都能说出混血儿的味道。
火车上，他给三叔戴耳机听歌，明明是父女两人之间关系的升温，可他嬉皮笑脸，扭扭捏捏演出了青涩害羞的感觉，好像身旁的人不是父辈，而是情侣。影片结束的重头戏，周依然饰演的芊芊看着满身绷带、插满管子的三叔，第一次改口叫爸，本是情绪的爆发点和影片的高潮，但周依然只会撅着嘴呜呜，没有任何情绪的起伏，一点演技没有，让本就离谱的剧情雪上加霜。奇了怪了，周依然的演技是怎么拿来那么多资源的？笑点、泪点甚至讽刺的点都有，但全片的剧情和节奏真的很乱，既没有完整的故事线，又没有立体的人物刻画，用莫名其妙来形容这部影片再适合不过。片中不断穿插着同一首歌，企图用这首歌作为关键情绪的爆发点，但不管是歌词还是听感都与影片割裂，失去了背景音乐的意义。全片最大的亮点就是张译的表演了，完美塑造了一个父亲的角色，只可惜周依然演技拉胯，让观众觉得老六长大后的戏份没有必要。这样看来，无价之宝的票房口碑低迷不是没有原因。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呢？